少奶奶、二爷、四爷，刨去所有成本，去年我们的土布收益为43412两白银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这比预想的赚的还要多啊，周莹啊！周莹功不可没呀！哎呀，周莹啊，你不是说今年再增加5倍的纸基吗？那我现在就去办，等到了明年，咱们赚的就不是4万两，而是20万两。千万不可！那为啥呀？这批土布能够脱手，纯属侥幸。我估摸啊，最迟明年年中，洋布也会进入敌化，土布在新疆也会失去市场。周莹说的对啊，我们乌氏布业该转向了，放弃土布，精销洋布。那古越洋布庄啊，开业2年，赚的是盆满钵满啊！我打听了，他们家的货都是上海的洋商供的货。如果和我们洋商搭上关系啊，可以一样赚钱。你说的不对，啊！要我说呀，现在人实行洋布那就是一阵风，啊，就跟前些日子似的，今天实行这个花边，明天又实行那个花边，等过了这阵风，它又会回到土布上来。周洋，我看我们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吧，啊！周莹，你觉得呢？我也不赞成开设洋布行，靠洋人供货，受人约制，而且这中间已经有这么多人转手了，我们能赚的钱已经不多了。哎，是啊。我在想啊，我们既然能够自产自销土布，那为何不能自产自销洋布呢？啥？你这啥意思？与其从洋人手里买洋布来卖，那还不如从洋人手里买仿制洋布的机器。哎，你这是啥意思？我怎么没听懂啊？我想开办洋布作坊。少奶奶，你打算如何着手？我还没想好呢。哎，周洋，没想好的事儿，先放一边，先放一边啊。终于可以回家喽！晚上终于能在家睡觉喽！哎，明天辰时我们再进城吧。为什么呀？那个时候人最多啊。哟，沈少爷，从迪化回来了。是啊，这趟如何呀？黑不的，2少爷这趟可是满载。恭喜啊，恭喜！看样子，沈星移这趟收获颇丰啊。这也太沉不起了。不是你啊！这样更好。吹吹打打进得城，是啊，10几个吹鼓手呢，可威风了。爹娘奶奶，我回来了。星儿，哎呀，星儿啊，哎呦，回来了，总算回来喽，快回来喽，哟，星儿。搞这么大动静，我还以为你中了状元呢。爹，我这次可是把咱们家的土布都卖出去了，而且我还带了20万两银子的订单回来。太好了，20万两银子就狂成这样，真要是做了大生意，你不得上天？老爷，这星儿才回来你就……行了，别吹了。沈心怡，我问你，你身为沈家掌柜，外出远门归来第一件事，应该做什么？无论多累多晚，第一件事，应立马到商号交货交账。你看看你，却是回家。真是没出息的！到账房交完账后，你马上到陕西布政司，
赵白石召集了所有的富商开会，估计又是劝捐。啊？赵白石当陕西布政使了？去年他不顾你的安危，出兵剿匪，给自己换了一个顶戴。哦，原来是因为那个事。这次你可千万别像几年前一样，拿我的钱去出风头。你放心吧，爹，我绝对不敢。好了好了，星儿，你爹就是嘴上跟你过不去。昨天知道你要回来，一晚上都没睡好。哎呀，就是啊，别理他，回头我去骂他，给你出气啊。哪有嘛，奶奶，他的性格嘛。怎么样，人都到差不多了吧？基本上已经都到齐了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。大人，吴家东院的周莹还没到，要不要再等等？我就没有通知他。吴家东院现在也算富户，也有实力投资。这口心里有数，你不必多言。是。好久不见了。哎呦，你们几位早就到了，听说你发财了，混得不错呀！一看看你这身料子啊，周老爷啊，以后啊还得远方各位老板多多关照。赵大人到。赵大人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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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坐。这年前，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工，此事于国乃是自强之时，于民乃是求富之需。由是陕西也准备开办机器织布局，并效仿上海，实行官督商办，并且向民间招募商贾。此次实行100两为一股，总共2000股，共计20万两，占陕西机器织布局股份的80%。这募股书已经发到了各位手上，请仔细阅读，若有不详，方可向郭先生咨询。这100两银子倒是不足的。我听说光绪10年，上海机器织布局面值100两的股票，市价可是跌到了10余两啊！这是。那赵大人啊，如此大事，我可以回去商量吗？当然，不过此次募股以15日为限，这先到先得，过期不候。那我就告辞了。好，告辞。那我也回去商量一下。商量商量啊！我也回去商量一下。告辞了。慢走。告辞，赵大人。慢走。告辞了。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赵大人，告辞。告辞，赵大人。沈星移，上次募捐300两银子一家，大家一拥而上。可如今100两银子一股，竟然没有一个人给赵大人面子。向善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此次募股，乃是投资。作为商人，做事谨慎一点，也没有什么错。哎，算了算了，看在你剿匪有功，又救过我沈星移一命的份上，我们沈家就认他个1000股吧。啊，不过我今天呢银子没有带够，等过几日我让家丁把银子送过来。赵大人，告辞了。在过去的1年，我们经营洋布所赚的是这个数。但是如果这洋布是我们自己出产的，棉花用本地的，工人也用本地的话，那我们所赚的至少是这个数。陕西要建机器织布局了，
现在公开募股呢。你动心了？我想试一试。你觉得认多少股合适？如果要认，就全认。但是有人说，风险挺大的。就算风险再大，也值了。好，那我就再去西安一趟。有多少股，认多少股。那我先告辞了。朝廷可是明文限制，民间不能私自办厂。就算那些洋人帮我们买了机器，那洋布厂也办不起来。哎，竟然还有这规定！是的，江南机器制造总局、金陵机器制造局、马尾船政局和轮船招商局，还有兰州织逆局，这些通通都是官办。周英，起来！沈心怡，周英，沈少爷，你赶紧去西安找赵白石。沈少爷，有话慢慢说。好事儿，天大的好事儿！赵白石要筹建机器织布局了，正在面向民间募股，我已经认了一半了，给你留了一半。这是我怎么不知道呀？我这不过来给你通风报信了吗？趁着现在好多人还没有明白过来，你赶紧把那剩下的1000股给认了。1000股多少钱？1000股10万两银子。可我没那么多钱。没钱就借啊！这事儿砸锅卖铁也得干。你也这么认为？洋人不全都是好人，但是他们的好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学？为什么不拿来用啊？王世军，我们还有多少现银？少奶奶，这事儿还是跟二爷、四爷商量一下吧。哎呦，商量什么呀？来不及了，先认了再说。行，先认了再说。啊！爹！什么时候才能沉得住气呀？爹，我又擅作主张了。又捐了多少钱？你不是答应过我，不再出这种风头吧？你怎么你……哎，爹，你先别生气，听我说完啊。那个赵白石要在我们陕西建立官督商办的机器织布局，说是100两一股，我当机立断啊，认了1000股。哎，你再认。根据那个认股书上所写，机器织布局每年可以生产的洋布呢，借用一下，机器织布局啊，每年能够生产的洋布呢，是这个数字。按照古越洋布庄每年的利润来算的，如果我们投入10万两白银进去，那我们1年的利润将会是……等一下，这个数。那5年的话呢？20多岁的人了，一把算盘打成这样，连刚开蒙的幼童都比你强。又算错了吗？5年之后，应该是这个数。啊？是10倍啊！对，10倍。你总算做对一件事了。胡小姐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自从你把我爹逼死了以后，我们好像再也没有见面了。你爹的死，我也很遗憾。但你不觉得，
你爹死得很冤吗？害死他的真凶，还在逍遥自在，能不冤吗？你是为了机器织布局而来的吧？不用去了，没机会了。只要我在，你不会有机会的。都说秦人闭塞固执，僵化守旧。那你看，这2000股2天之内也被认购完了。胡家本身就在经营着洋布，没有人比胡咏梅更清楚洋布的利润。至于沈星移，可能他就是这么一个不把银子当银子的性子吧。不管他是什么性子，只要把银子送到，3个月之内，这织布机就位；6个月之内，这机器织布局就可以开工。赵大人，吴家东院少奶奶周莹求见。请他进来吧。你先去忙吧。是。克己复礼为仁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也。为人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赵大人，我从迪化回来就听说赵大人升任陕西布政使了。哎呦，但我一直都忙，没来得及跟赵大人道喜，请赵大人原谅。赵大人，恭喜恭喜啊！侥幸受之，何喜之有？哟，我是不是又惹你生气了？夫人此话怎讲？你叫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我这一出门一脚就去到了迪化。你让我那个飞什么那个来着，却一样都没做到。不必多说。我朽木不可雕也，我知道我在这碍你的眼，那我长话短说，说完就走。赵大人，我是来报名入股陕西机器织布局的。夫人，那2000股已经被认购完了。啊？一股都没了？其中1000股被那沈星移认购。就在刚才你来之前，胡咏梅把剩下的1000股也认完了。哟，我就来晚了一步。哎，赵大人，要不你再多发点出来？如此大事，岂能儿戏？哎，要不这样，你从哪儿帮我挪引出来，哪怕100股都行。爱莫能助。说来这事还得怪你。我？你身为父母官，做人怎么可以这么势利？虽说我们吴家才刚刚起步，但我们也不甘心落于人后啊！你这开幕股会，怎么着也得通知我们一声吧？你剿灭三兽帮，我也算是出了力了吧？我还以为我们……不说了。你这就走了？不走干嘛？我一会儿脾气上来冒犯了你，还得挨你板子。